城东云商木行的掌柜蒋朱涛带着7、82个月的轮椅分成找到了宋金钊。2个月一共卖了123辆轮椅，卖价2两银子，每辆利润是1两3钱，按照契约分成，这是32两。4页纸，宋金钊几下就看完了。安阳府总共就这么多人，该买的都买了，有没有外省商人看中想要进货的？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和你商量这件事。有个从南方来的商人想买300辆轮椅，但压价压得太狠。我和他谈了一次，每辆他只愿意出1两5钱。宋金钊沉思后说道：收买归你们负责，我只要有钱赚就行。不过我建议再加150文，否则这个价格卖出去，传出去以后不可能再比这个高了。行，回去后我再找他谈谈。可以尝试联系其他南方商人主动推销，无论成不成，都给他一些紧迫感。你说的对，回去后我就让人去打听。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衙人正带着宋金钊看铺子。华清路和子午路的价格最贵，符合宋姑娘要求的商铺不多，而且周边已经有2个药铺了。我的建议是考虑东边，价格便宜不说，人还多，就是没什么钱，都是穷人，不过积少成多，也是划算的。周围百姓消费力不强，我的吃食就没人买。绕过路口，宋金钊指着建业街问道：这条街就挺好，我看周围一家药铺医馆都没有，这里有铺子卖吗？这条街上的商铺只租不卖。一条街几十家铺子，就没人谈过？以前也有人想买，我们谈过10几次都没成功。整条街的商铺都是李家的，李举人从来没松过口。李举人？他儿子是不是叫李子恩，女儿嫁给皇子那个？没错啊，就是那个李家，他们家不缺钱，出多少银子都没用啊。宋姑娘。李天崇刚从铺子里出来，就瞧见一男一女站在台阶下面，指着门头在看。一个是衙行的衙人，一个是自己见过他没见过自己的宋金钊。你是？李举人。宋金钊的双眼微微睁大，是李子恩的爹。李天崇朝宋金钊拱手，态度温和地说道：在下李天崇，是李子恩的爹。说起来，我们2家生意做过不少，面儿倒是第一次见呢。宋姑娘这是要租铺子还是买铺子？一次没见过，李举人都能一眼认出我，想来是特别不愿意在府上看见我。宋姑娘说的哪里的话呀？小儿年轻，又从小到大被我护着，若有哪些地方做得不恰当，还请宋姑娘见谅，我以后一定多加管教。见宋金钊不说话，李天崇想到刚才他的举动，心里猜到了几分。建业街正好有一个铺子要卖，宋姑娘若是感兴趣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。不了，这条街不符合我买铺子的要求，告辞。望着果断转身离开的宋金钊，衙人愣了一下，朝李天崇点头后忙追上去。宋姑娘，李举人都说要卖铺子，你怎么还拒绝呀？位置不合适，主家不合适，只有一间更不合适，再找其他的。李天崇比他儿子心机深沉，说他没有目的，宋金钊是不信的。宋金钊用了7天的时间，才把2个相邻的铺子定下来。2个铺子呢，一共花了600两银子。稍小一点的，宋金钊决定用来做吃食饮品店；大一点的，用来开药铺医馆。另一边，打听到消息的李天崇诧异地看向李子恩：开医馆？宋金钊会医术？应该会吧。
不过一个女人开医馆，恐怕没什么人会找她看病。开店当天，你挑2件招财镇宅的摆件送过去，态度好点。脑子里娶人家当妾室的想法，给我彻底打散，以后别再想了。李子恩撇嘴咬牙，用不着他爹说，他也不敢娶呀，他可不想整天被打。安阳书院内，严宝义神情得意地撞开宋启明的肩膀，朝外走去。宋高丽眉头紧蹙，贴在宋启明的身边，小声说道：“再这么下去，外舍同窗看见你都得绕着走，得想想办法。”曲意逢迎之辈就不值得计较，至少夫子对我并无不妥。外舍的夫子对你是一视同仁，可到了内舍怎么办啊？丁夫子教的就是内舍，我看你得找个比丁夫子地位还高的先生拜师，他们才不敢欺负你。我想拜叶先生为师，他还没答应我。叶先生还在教你啊？我阿姐在给叶先生治腿，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，先生对我很照顾，我想试试。我听斋社的同窗说，书院里好几个夫子曾上门拜访过叶先生，但都被拒了。你要是能拜他为师，等到了内舍，无论严宝义再怎么使小动作，顾及到叶先生，他们也不敢拿你怎么样。叶府，叶良玉双手撑在木架上，额头经络暴起，汗水顺着下巴砸在青石砖面上。老爷，休息一会儿，等下再练吧。不行，还没到时间。好不容易完成了上午的负重训练计划，叶良玉瘫倒在放在屋檐下的轮椅上。去桌上把宋启明的课业拿过来。老爷，您现在做的已经和师傅差不多了，为什么迟迟不肯答应收宋启明当弟子呢？叶良玉放下手里的文章，搭在腿上。这孩子一路走得太快太顺，我想磨磨他的性子，看看他能坚持多久。我也不想让他认为我是因为他姐姐治好了我的腿，才愿意收他当弟子。可您收他当弟子，应该是有宋姑娘的原因吧？原先是有的，但只想多照应一些。后来是真的觉得宋启明有前途，康复时间漫长难熬，收个弟子培养一下，也挺好，至少脑子不会僵住。奴氏，是赵雅人吗？我是金玉牙行介绍过来的。姑娘是要买奴仆还是卖奴仆啊？我想买2个仆人，1男1女，成年可以干活的。姑娘，这边请。人牙子将正值壮年的男女奴仆招呼到宋金钊的面前，站成一排。姑娘好好挑挑，这些全是干活的一把好手，买回去即刻就能用。宋金钊看向人牙子，把卖身契拿给我看看。这些人家世清白，来历绝对没有问题。这2个多少钱？人牙子瞥了一眼宋金钊点的2个人，男的10两，女的20两。这个年纪女奴仆价格也就在10两银子，你看20两，都够买2个了。虽说年龄差些，可他会刺绣，还略识得几个字，卖这个价格都已经算是亏了。钱三牙，来新货了！一声粗暴的吼叫从门前传来，人牙子伸头看一眼，立刻招手让手下去接人，回过头继续和宋金钊拉价。奴市上有手艺的奴人价格都贵，姑娘能一眼瞧中，想必也是看中这一点。若是觉得贵，可以再瞧瞧别的，这几个都只要10两银子。刚出门的手下几步跑进来，神色为难。三爷，有2个货不对，姑娘稍等，我去就来。钱三牙看到躺在笼子里的2个人，眼睛瞪大比牛眼还大。2个快死的病秧子你拖来干嘛？我可不收。拉都拉来了，也没地方退，你就给收了吧。拽手卖便宜点。
能卖多便宜？光医药费我就得搭进去好几两银子。女的2两银子，男的自愿卖身，1文钱没要，就求个活路。你瞧这长相，洗干净养好身子，弄到巷子里，嘿嘿，保管能卖个好价钱。什么来头？女的是个农妇，被山贼掳走后失了清白，丈夫也死了，婆家人就把她卖了。男的是个乞丐，我遇见他的时候被人打得只剩半口气儿，为了活命自愿卖身，昏过去是因为灌了3碗伤药。行吧，抬进去，我找个郎中给他们看看。宋金钊和看中的一男一女聊了半天，说话干脆不阿谀。站在旁边的宋诗雪见有人进来，定眼一瞧，手臂碰了一下宋金钊的胳膊。阿姐，是那个蓝眼睛的小乞丐。宋金钊抬手望去，目光却落在另一个熟悉的脸上，是半月牙被段山狼凌辱的那个妇人。钱三牙走到宋金钊面前，吩咐手下去巷子里找个郎中过来，要最便宜的，别让这2个人死了。姑娘挑好了吗？还要这2个？宋金钊指着墙角昏迷不醒的妇人问道：她是怎么被卖的？被婆家卖掉的。她男人为救她被山贼杀死了，清白没了，婆家恨她害死了他们的儿子，加上娘家人死光没人撑腰，最后就被卖了。身上的伤谁打的？赶奴克说被卖的时候是从猪圈里拖出来的，要不是毁容不好卖，这张惹祸事的脸早就毁了。宋金钊双眉拧得更死。姑娘和他认识？官府悬赏，我接了榜。掳他进山的山贼窝是我带衙役上山剿灭的。姑娘要买他？我买那2个，你把这个送给我。这我2两银子买的，姑娘多少得给点，别让我亏本。他这一身伤没1两银子治不好，他还杀过人，你卖出去就不怕别人找你麻烦？杀过人？你若不信，可以找人去皓月城打听，县衙衙役都知道，50多刀侮辱他的山贼头领，身体被他砍成一团肉渣，手捧都捧不起来，就剩个死不瞑目的头颅。姑娘怎么知道的？我当时就站旁边，刀还是我递的。钱三牙后背一凉，墙角昏迷在地的男乞丐缓缓睁开眼，看到宋诗雪时，他没有焦点的双眼停滞了一瞬。眼珠漂亮，俺好想要。别动，这个不能要。挖出来就不好看了。姑娘，2两银子，2个人你一起带走。宋金钊皱眉瞟了男人一眼，蓝色眼珠要么基因突变，要么有外邦人血统。生气拿出来我瞧瞧。官府出的生气，就算拖回去死了也没关系，左右是个签了死契的奴仆。宋金钊抓住男人的手臂，上下检查了一遍，眉头拧死，眼中掠过一抹诧异。原以为年纪至少20岁往上，看脉象还没过16岁。宋金钊声线压冷：你几岁？14。沙哑的声音每说一个字都疼得好似喉咙裂开一般。钱三牙惊讶地放大眼睛，上下打量他的个子，才14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24了呢。会干什么？偷读过书，会做饭，能挨打，命硬。买我以后这条命是你的，当牛做马，干什么都行。你还识字，这可不能白送，值2两银子。姑娘，我看你弟弟妹妹好似都挺喜欢他的，这样办，4两银子，你2个一起带走。手脚尽断，喉咙烂的只剩一块皮，眼睛还瞎了一只，等治好10几两银子花出去还会落下残疾，你当我冤大头呢？钱三牙顿了一下，飞快上手扒了少年的手脚，软绵绵的诡异失控摆动，还真是断了。被派出去的下人带着一个郎中进来，钱三牙指着少年对郎中说道：先看看他，治好要花多少钱？4肢尽断，喉咙受损，心肺有伤，
这人浑身上下都是伤，治疗难度很大，诊治加上药费，最起码得20两银子，最后会落下残疾，喉咙可能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，哑得很。不治了，1文钱没花，死了我也不亏本，还是刚才那个价钱，2两银子，2个都带走。宋金钊指着刚开始挑的一男一女，30两银子我嫌贵，加上这2个刚刚好，要不然我找下一家，金运牙行推荐我才没找别人，成不了等我逛完再回来。哎呀，姑娘，32两银子我真的已经不赚钱了。就30两，1文不多1文不少，下次买人还找你。哎，行，30就30。等赶奴客下次来，非得要把这2两银子给要回来不可。人牙子担保，火速去衙门过了红气。宋金钊握着4个人的卖身契和文书，把人带了回去。还没问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小的福顺，小的春杏。若是姑娘不喜欢，可重新赐名。我没有名字。就用原本的名字，我也懒得取。至于你，诗雪，人是你想救的，名字你来取，他这一身伤你来治。交给我，阿姐不动手。对自己有信心些，这是你第1个病人。灌下一碗稀饭，张夏莲醒来时已经是半夜了，窗外乌漆麻黑的，什么也瞧不见。你是谁？你终于醒了。看清楚女人的脸，张夏莲一脸茫然，环顾四周陌生的环境，不像是人牙子关押奴人的地方。你是谁？这是在哪里？我叫春杏。你昏迷不醒的时候，人牙子已经把你卖给姑娘了，现在在主人家。张夏莲掀开衣领，鼻子抽动，是药香。我身上的伤主人给你上的药，他好像认识你。买我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是什么人？你别怕，姑娘人很好的，除了你，她还买了一个快死的残废。才来半日，我只知道主家姓宋，当家的姑娘看起来只有10几岁，家里还有2个少爷和1个小姐，年纪都不大，人口简单，应该挺好伺候的。是叫宋金钊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才来半日没说几句话呢，只说等明日再安排活儿。不过他说你杀过人，刀还是他递的，把人牙子吓傻了，1文钱不要，把你当大头卖给了主家。天亮后，张夏莲见他起来，立刻也要起来。春杏说道：你伤还没好，我来就行。张夏莲摇头，忍着浑身的疼和对方一起烧水，两人一起端着木盆站在宋金钊的房间门口等着。宋诗雪打开门，就看到家里新买的2个仆人端着盆站在门口。把盆放在架子上吧。醒了。张夏莲愣了半天，猝然双膝跪地，磕头道：多谢姑娘2次救命之恩。那日在山上下手不是很果决吗？怎么面对打你卖你的公公婆婆就下不了手了？我那人是为了救我而死的，我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。山贼掳我上山时，他护着我，被推下了山坡，老四撞坏了，我不能反抗。你就不怕他们对你儿子不好？3代单传，我儿子是他们唯一的孙子，要传宗接代的。还想回去吗？村里人都知道我被糟蹋了，他们都在骂我，指责我，觉得我失了清白，就应该马上自杀。我不想回去，那里也容不下我。你舍得儿子？我消失对他才是最好的。既如此，那便留下，往后听命于我，奉我为主。过往种种再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取名清霜，把以前的张夏莲彻底扔掉。谢姑娘赐名，清霜愿意誓死效忠姑娘，从此当牛做马，永不言叛。
柴房里，宋诗雪抿着唇，眉心蹙起。我昨天晚上想了好几个名字，兰溪和月白，你喜欢哪个？兰溪挺好的。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好听，和你蓝眼珠特别配。你身上的刀疤也是那些乞丐打的吗？不是，流亡时遇到强盗他们砍的。你身上的伤口没及时治疗包扎，后面长出新肉后，疤痕肯定是消不掉。消不掉没关系，多谢二小姐费心。你是我第一个病人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，可能花的时间会长一点。如果是阿姐，会快很多。不过她特别忙，每天要干很多事情，我得赶紧把你治好，你才能帮她干活。闷热的厨房里，宋金钊正在教春杏和清霜制作凉皮儿、凉面和茶饮奶茶。院子里的井边，福顺坐在小凳子上洗各种猪内脏。宋金钊打算上卤货，卤香味儿飘到隔壁，正在院子里进行负重训练的叶良玉停下动作。老爷，是宋家传过来的，是日出就开始做晚饭，是不是太早了些？过几日宋姑娘的吃食铺子要开张，可能在试菜。不仅是吃食铺子，好像还是开医馆。太医都治不好的病，宋金钊能治好。他开医馆对百姓来说是好事。散学后，宋启明照例去隔壁听教。宋金钊将人叫住，递给他一个食盒。下午做的新吃食，带过去给叶先生尝尝。坐在轮椅上的叶良玉见宋启明拎着一个食盒进来，心里已经猜到了7、8分了。先生，这是我阿姐新做的吃食，想着先生可能会喜欢，便切了点带过来。香味儿飘了一下午，总算能知道是什么了。云鹤打开食盒，里面装着一盘卤肉和一盘卤猪杂。看到形似肠子的东西，叶良玉眉心微皱。云鹤也看到了猪内脏，正要将另一盘拿走，遭到了叶良玉的制止。去拿双筷子过来。这是叶良玉从未吃过的美食，不臭，特别好吃，比肉还好吃呢。哎呀，可惜不能喝酒啊，这些用来当下酒菜再好不过呀。另一个小厮从门外走进来后，拱手说道：老爷，安阳书院的穆院长在外求见。请他进来。他对宋启明叮嘱道：别出声，等我叫你再出去。被屏风挡住的宋启明疑惑地抬起头，只能通过缝隙隐约瞧见外面的情况。穆红月右手提着2壶酒，左手拎着下酒菜，甩着裤脚走了进来。告老还乡也不提前告诉我，要不是书院里的夫子写信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。世上谁有你穆院长轻松自在，跑去江南半年不回来，够潇洒的。这是我特地从江南带回来的洞庭春色，朝阳楼的酱牛肉，让云鹤再弄2个菜，我们喝2杯。哎呀，我现在禁酒，留下来吃饭没问题呀，喝酒就算了。那就存在这里，等哪天你想喝我们再喝。回来这么久打算干嘛呀？总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。反正你现在也不当官了，书院缺才学好的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带上社呀？见叶良玉没吭声，穆红月继续说道：书院里像你这样有才学的人除了我之外一个都没有，你要是能来帮我，下次科举培养几个医家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呀？你怕不是白日做梦啊？一甲总共就3个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安阳府近100年都没出过1甲，就连你我也只是2甲，而且我是2甲第7，你是2甲倒数第7，我的才学比你好多了，别净给自己添花。我这些年游历大江南北，谁更有才学，
还不一定呢。有本事去上社各挑几个学生，考试的时候比比啊。你这是变着花样刺激我给你带学生。你是院长，我是夫子，想让我给你效力，休想。那你就这样在家里闲着，满肚才华无处可用，岂不可惜啊？叶良玉转过头看向屏风，我最近呢新收了一个弟子，让你见见。齐明，出来见过你们院长。从哪儿收的弟子啊？藏着掖着不想让我看见，都来半天了才把人叫出来啊。怕你抢，不想让你瞧见。猛然听到叶良玉说自己是他新收的弟子，宋启明心里既高兴又紧张。他从屏风后面走出来，学生宋启明见过穆院长。穆红月一双精明的眼睛上下打量，倏息后移开目光看向了叶良玉。你倒是不客气，趁我不在把今年的暗手抢走了。你连书院开学都没回来，想必是暗手见得太多，已经不在意了。我慧眼识珠，左右都是你书院的学生，何来抢走之说呢？什么时候变成您老师弟子的？宋启明偷瞄了一眼叶良玉，得到肯定的眼神后沉声回答道：院士之前就已经是了。叶良玉勾起嘴角，笑而不语。好好跟着你老师学，当年的2甲第7名，你可不能比他差。学生定将竭尽全力，不负老师和院长所期。揪着宋启明所做的文章看了半天，穆红月笑着对叶良玉说道：你教得不错，月底考核他就可以进内社了。没点天分我也不会收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启明啊，你今天先回去，明日再来。叶良玉和穆红月相对而坐。真不喝酒？叶良玉朝云鹤吩咐道：去把我的拐杖拿来。他双手撑在轮椅的扶手上，颤颤巍巍地站起，接过拐杖，忍着疼在饭桌旁边走了2步。云鹤跟在旁边伸着手准备随时扶。穆红月瞪大眼睛看着叶良玉撑在地上滑行的腿。不是说宫里的御医诊断永远站不起来吗？现在这是好了。还差得远，至少需要1年才能走得跟正常人一样。禁酒这段时间都不能喝了。哪位神医治的呀？宫里御医的诊断他都能推翻呢？是宋启明的姐姐，住在隔壁的宋姑娘。哎呀，我说你从来没收过弟子，怎么忽然就收了一个？原来是这个原因呐。不仅是因为宋今朝能治好我的腿，也是启明这孩子确实有天分，还努力。所幸啊，我的腿短时间内好不了，不如收个弟子打发时间，否则真像你说的，整日待在家里呀，得闲死。我现在倒是真想见见这位宋姑娘。迟早能见到，等来日她的医馆开张了，你可以去找她看病。我身体强壮，用不着看病，整天就知道刺儿我。别吃我买的酱牛肉啊，朝阳楼好不容易做一回。叶良玉把装着卤肉的盘子推过去，来尝尝这个，比朝阳楼的酱牛肉还好吃。怎么就这么点儿啊？要不是你忽然过来，这点都没得剩。一口卤肉下去，穆红月的眼睛亮了，迫不及待地夹下一块，越吃越好吃，没2下就见了底。见桌上还有一盘，穆红月筷子立刻伸过去，叶良玉迅速挡住。嘿嘿，这是猪内脏，你不嫌弃啊？嘿，
我看你吃的挺过劲的吧？你从哪里买的？安阳府开了新铺子？小厮端着一盘卤鸡翅和猪耳朵走过来，叶良玉抬头，启明送过来的？对，宋公子说还有，已经去端了。话音刚落，宋启明端着2盘卤鸡爪和凉拌菜走进来，盘子放到桌上，他笑着朝叶良玉说道：阿姐知道老师要留穆院长吃饭，特意让我端几个菜过来，说是过几天铺子里要上，让老师和院长先尝尝。哎呀，你阿姐有心了，这卤味啊特别好吃。过些天呐，店铺开张，我一定让云鹤多买点回来。老师喜欢就好，以后若是想吃啊，随时告诉学生，我先给您留。你这个弟子收的真是一举3得呀！啊，学生、神医、厨娘全都有了。哎呀，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落不到我头上呢？哎呀，左右宋姑娘的铺子过2天就要开张，你想吃可以自己去买。去给我把洞庭春色拿过来，这样的菜必须得喝酒。我说了，我不能喝。你可以看着我喝，2壶给你留1壶嘛。叶良玉无奈地撇嘴摇头。云鹤见状，去拿了酒壶和酒杯。次日清晨，宋启明先将拜师帖送到隔壁，拜师仪式定在3日后，4时正，厅堂的桌案上点着紫檀香。老师，请喝茶。我管你性情笃实坚毅，与读书一途颇具天赋，且能勤勉不懈，不耻下问。今日饮你这盏拜师茶，收你为弟子，牢记为师3句话：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读书科举之路，要做到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若来日高中入朝为官，要做一个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的人。学生谨记老师教诲。微烫的茶水滚过喉咙，烫到心间。叶良玉的心沉下来，胸口仿佛带上了某种枷锁，沉甸甸的。宋今朝坐在椅子上，满眼欣赏地看着。古代读书人拜师真的会给人一种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的错觉。2家店铺一起开张，看门头就知道老板是同一个，宋氏美食，宋家医馆。宋诗雪望着门庭若市的美食店，再看看门可罗雀的医馆，提议道：阿姐，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？有他们3个在就够了。凉皮凉面在安阳府已经不稀奇，最多就是买卤味的人会多些。李子恩带小厮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一间铺子里坐满了人。小厮指着墙上的贴图：少爷，他们每样都比我们便宜10文钱。宋今朝就喜欢玩薄利多销，在西宁城一杯冰镇乌梅冰糖茶只卖20文钱，现在翻了1倍，已经不少了。少爷，要不你先走，我在这里排队。李子恩看向摆放桌子的地方，一个座位都没有。我去马车里等你，每样都买点，我倒要尝尝这个卤味到底是个什么味道。李子恩在马车里足足等了2刻钟，小厮才提着几个油纸包跑过来。少爷，都买到了，你快尝尝。所有种类都尝过一遍后，李子恩放下竹签，目光深远的咬牙撇嘴动唇。你说宋今朝脑子里的新方子怎么这么多，还每一样都这么好吃？少爷，要不我们先把礼物送了？你先给我去买杯冰镇乌梅冰糖茶，等我吃完了再去。李子恩带着小厮提着2个招财摆件往医馆走去。2位是看病还是抓药？不看病也不抓药，我找你姐姐。李公子有何贵干？站在身后的小厮麻溜的上前，将摆件放到桌上，解开筹结后，再退到李子恩的身后。
一尊白玉貔貅，一尊铜制三角金蝉，全是适合摆在店铺里寓意招财进宝的摆件。我爹知道宋姑娘的铺子开张，特意让我来送礼物，祝宋姑娘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上次关心宋姑娘的婚事，纯属好奇。本公子若是说错了话，还请宋姑娘多多包涵。李公子身为男子，无故议论女子婚事，甚是轻浮。这样的事以后切记不要再做，否则遇着脾气不好的，半路将李公子套住麻袋暴打一顿，那就不值当了。宋姑娘的卤味做得很好吃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开分店？若是钱不够，可以和我李家合伙。新店刚开张，暂时没有那个心思，之后若是有，想必我钱也够了。想必宋姑娘还不知道，当今二皇子英王殿下乃是我妹夫，只要我们合伙，来日令弟入朝为官，有英王殿下在背后撑腰，必定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。内地如今距离举人都还遥遥无期，哪里敢奢求英王殿下垂青？李公子还是找别人比较好。既然宋姑娘无意，我也不强求。李家的大门永远为姑娘打开，以后若是遇到难处，可随时来上门求援。李公子客气，我一个小人物，遇着困难府衙就能解决，哪用得上李公子这样的皇亲国戚？李子恩最后走的时候啊，心里是堵着气的。想当初宋今朝只不过是一个提着野物上门求卖的农女，如今竟然这么不把她放在眼里。自从妹妹嫁进皇家后，就连安阳知府见了她都得给几分薄面，偏偏宋今朝啊就是不给她面子。回到家，李子恩把事情告诉他爹。李天崇放下杯子，我说过，此女和普通女子不一样，无论是威胁还是讨好，都很难打动她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既然要笼络宋启明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簪花宴上，宋启明得罪了严宝义，此人心胸狭窄，嫉妒心极强，他又是丁惟越的弟子，恐怕不会轻易放过宋启明。明日我去找杨夫子，等宋启明被丁惟越针对时，杨夫子再出现收他为徒，宋启明自然就变成了我们的人。爹，笼络秀才，等他们当上官至少得要好几年的时间，不如我们直接往京城送银子，县城的6、7品京官还不多的是。你往京城送银子叫贿赂，笼络书院里的秀才叫提携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给英王府送银子是为了从龙之功，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手是为了将来。直接贿赂京城官员，若是被英王殿下知道，误以为我们有二心，别说你妹妹在王府的日子不好过，就连殿下都不会再信任我们。说就说，爹你生这么大气干嘛？我就是灵光一闪，又没有真行动。真到你行动就晚了，你还是好好管家里的生意，其他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杨延峰被找上门的时候，正在批阅内舍学子的课业。让我收宋启明当弟子？没错，我想拉拢他，可他姐姐有点难办，只能从宋启明的身上下手。宋启明刚进书院，最近的乡试就在2年后，他不一定能考上。选人之前，我已经打听过宋启明的底细。他10岁才开始读书，不到2年就考上了按手，好好培养，必能成大器。可他和严宝义不对付啊，收他为徒不仅得罪严家，还会惹丁夫子不悦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才更容易拉拢他。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有效。杨兄，我们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啊？你就信我一次。明日我找外舍的夫子摸摸宋启明的才学，若真像你说的是个天才，我就收他当弟子。一定要在他走投无路、万分为难的时候再出手解围，这样效果才最好。
我明白李兄的意思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穆红月提着小酒来找叶良玉。你还说让我开店后去捧场？我家的小厮连着3天没买到卤肥肠，搞了半天全在你这儿。那是因为宋家美食店生意太好，你们去得太晚。我可听说你学生在书院的处境不太妙啊，你真的不考虑去上社当讲师？启明怎么了？每天过来的时候，我看他没什么不对劲啊。这次院士的第2名对他这个暗手很不服气，学生之间的妒忌竞争，你知道的。对方来头很大。严家是商人，没什么权利。要说严宝义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错觉，无非是家里有点小钱，找了丁惟月当他师傅。要说才华和悟性，他还真比不上宋启明。丁惟月是内社的夫子，等宋启明通过月考进入内社，可就是丁夫子的管辖范围了。你身为院长就不能管管？只要他们不明目张胆的做，我这个院长也不好多说什么呀。严宝义现在已经在鼓动外社学子孤立宋启明，现在还有宋高丽陪着，等到了内社，他可就真的要变成孤家寡人了。美食店的生意人满为患，医馆开张3天，一个上门的客人都没有。阿姐，周围明明没有医馆，人也不少，怎么就没人找我们看病啊？医馆刚开，病人不信任我们很正常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最后拼的还是医术。阿姐，兰溪瞎的那只眼睛是后天造成的，外伤和断了的手臂腿骨，我多花些时间就能治好。就是这眼睛，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你给兰溪治了好几天伤，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？不怕疼，我掰他骨头的时候，他连声都没吭。有点冷，经常发呆，总感觉心里藏着什么伤心事，不能告诉别人。而且我发现，他好像不是很喜欢自己的眼睛。明明淡蓝色的瞳孔像蓝天一样漂亮，他却经常低着头，不愿让人瞧见。你觉得蓝眼珠好看？不仅我喜欢，就连安好也经常想用手去抓，尤其太阳光照在他眼睛上的时候，就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。兰溪的眼睛乃是撞击头颅后淤血堵塞经络，导致单眼失明，原本可以治好，可他迟迟没有用药，导致失明数月。现在如果想治好，需要内服方药，外用针灸疗法。我的针法还没到能在脑子上用的地步，兰溪的眼睛能不能阿姐来治啊？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你先把去除淤血药方开出来，下针的时候我在一旁盯着。宋世雪心里一下子就稳了，起身就去柜台前开始琢磨药方。一个女子脚步迟疑地从外面走进来，对上宋世雪望过去的眼神，她肩膀轻微地往后缩了一下。姑娘是看病还是抓药？你们坐堂大夫是女医师？宋世雪颔首回应。对，我和我姐姐都是女大夫。是姑娘要看病吗？不是我，是我朋友，他今天没来。大夫是每天都在吗？上午4时之后5时之前，下午未时之后酉时之前，我都在馆内坐堂。姑娘的朋友是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？月经不调，原是1月来1次月经，5个月之前忽然变成1个半月来1次，上个月干脆没来。我朋友还未成亲，是处子。姑娘的朋友芳龄几何？16。还有其他症状吗？例如这阵子心情焦虑，睡眠时间短，经常半夜惊猝无法入眠，身形有无明显变化，掉发情况如何？头发掉的确实比往常多，月性正常是每日要睡4个时辰，如今2个时辰便会醒来，白日也不觉得困顿，身形好似胖了些，可吃的却和往常一样，并不见变多。
听着不像是没钱看病的模样，怎么会拖这么长时间？近半年时间，就没找其他郎中看过？事关月姓，不好让外人知晓。病人还是亲自过来一趟，我需要检查号脉，才能确定病因。明日4时，还请大夫不要招待其他客人，我会带我朋友过来。宋金钊注意到他指尖的薄茧，颔首指着身后说道：“里面有单独给病人检查的隔间，姑娘只管带你朋友来便是。”离开医馆后，秋叶去点心铺子买了一盒糕点，若无其事地回到了郭府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女医师？底细有没有打听清楚？小姐放心，是女医师。医馆里还有一个年纪小点的药童，两人瞧着像是姐妹。我已经打听过，开医馆的宋家几个月前因为家中弟弟参加院试才来的安阳。入学安阳书院后，家中就从老家搬过来，在安阳府举目无亲。最主要的是，医馆刚开几天，没什么病人，夫人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家医馆。就是不知道这位女医师医术如何，能不能尽快把我的病治好？小姐放心，奴婢告诉那位女医师小姐的月姓情况后，她好似心中已经有了想法，明日去看看就是。距离成婚还有3个月时间，一定来得及。隔天4时，两个戴着长围帽的女子走进了宋家医馆。进入里屋后，两人这才将围帽摘下。宋金钊伸手示意：“姑娘坐下，把手伸出来。往日来月姓前2天小腹会疼痛，月姓不稳后，是不是就没疼过了？”“对，要不是怕不能生育，我都有点不想治了。”“舌头伸出来。”宋金钊凑到了郭一瑶的面前，看他的脸和脖子。这些痤疮和痘痘是不是都是近半年才长出来的？后背和前胸方便给我看一下吗？胸口和背后都有，但比较少。背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长1、2个，好了再换地方长。食欲一切正常，除了月性不规律，其他地方都好好的。宋金钊扒开他的头发检查头皮，后脑处有轻微的头皮结痂。日常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甜食？也没多少，一天就2盘糕点。这段时间心情如何？不是太好，提不起劲儿，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情，有点焦虑和烦躁。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给你开几副药，回去按时吃。这段时间既生冷寒凉，不要吃甜食，每日清晨适量运动，保持心情舒畅，别忍着，越压越抑郁。大夫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治好？月系能恢复正常吗？影响生育吗？你朋友说你未婚，很着急生孩子吗？郭一瑶拘谨地避开宋金钊的眼睛。我还有几个月就要成婚了。你的病需要好好调理，按时服药2到3个月，月经紊乱和痤疮情况会有明显改善。之后注意饮食，防止复发。在月经保持6个月规律之前，可以有床事，但最好不要有孕。我知道了，今日之事还请姑娘保密。麻烦您再开一副治疗食欲不振、肠胃不适的药方。若有人上门打听，就说我是因此才来看病的。医生会对病人情况保密，姑娘可以放心。窝府门口，小姐，夫人院里的嬷嬷1刻钟之前来过，知道小姐不在，让您回来后立即去正院。郭一瑶心一提，呼吸跟着乱了几分。回到房间，将衣裙和妆容整理完毕后，才带着秋叶往正院走去。坐在榻上的妇人，一双丹凤眼微微上挑。母亲。柳扶风面上闪过一丝不悦。你今日出门了？是，听闻乌衣街新开了一家美食店，里面的卤菜味道鲜美，便想着买些回来让爹和母亲先尝尝。谁知店里人太多，实在是没地方下脚，无奈便先回来了。还有3个月便是婚期，这段时间待在家里好好备嫁，这些小事以后让下人去做。郭一瑶垂在衣袖中的拳头收紧，面上却乖巧的点头应好。
等他离开后，柳扶风身边的嬷嬷脸上露出了一抹嫌弃。大小姐心思深沉，整日就知道变着法儿的讨好老爷，不过是些不入流的吃食，还亲自跑去买，这不明摆着要拿到老爷面前邀功吗？他心思一向就重，否则老爷对孟家的婚事怎么会一直不松口呢？夫人说服不了老爷，或许这门婚事我们可以从孟家入手啊。孟家3代单传，是子嗣如命，若是大小姐不易生育，孟家老夫人肯定不会同意这门婚事，到时候夫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人选换成2小姐。柳扶风如刀剑般冷硬的双眉蹙起，思索片刻后，他抬手让嬷嬷贴耳过来，悄摸地去找郎中，想个查不出来的办法，在郭一瑶的吃食上动手脚，要快。老奴马上去办。宋启明从书院散学回家，来到叶府。距离书院月考还有3日，准备的如何？老师放心，学生此次一定能顺利进入内社。近日在书院可有遇到什么麻烦？书院同窗对我有些冷淡，不过外舍夫子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不曾刁难过我。小麻烦学生可以自己处理。郭府中午用膳时，郭一瑶盯着桌上的螃蟹，无意道：“今年正院怎么舍得往我这儿送螃蟹了？”想必是小姐即将嫁入孟府，看在孟家和老爷的面子上，夫人想向小姐示好也说不定呢。不过螃蟹性凉，小姐还是不要吃为好。送过来不吃也浪费，赏给你1半，其他让下面的人分分。谢小姐。到下午时，后厨送来了一盘柿子，摆在了郭一瑶的案桌上，同时还送来了许多易胖的甜食。半夜，秋叶睡梦中跑了好几趟茅房，严重怀疑是不是白天螃蟹吃多了。隔天中午，望着送过来的冰酪，郭一瑶皱起了眉头。你悄悄去厨房打听一下，这2日的菜和点心是谁嘱咐送过来的，别叫人瞧见。奴婢马上去打听。到下午时，秋叶步履匆匆地走进门。小姐，是夫人身边的吕嬷嬷吩咐的，说是天气炎热，小姐又喜欢吃甜食，一应冰饮和点心不能短缺，就算是水果也得冰镇过再送来。将计就计吧，就让他们以为我吃了。是。连续3天，吕嬷嬷邀功似的来到柳扶风的面前说道：“夫人，大小姐那边一切顺利，郎中说了2个月期效果。”柳扶风满意的点头。月底书院考核，严宝义盯着榜单上的排名，脸色铁青。宋高丽失望的把手搭在宋启明的肩膀上：“就差一点点，我就可以进内社了。”不着急，每个月都能考，继续努力，下个月一定能进前10。我下个月一定去内社找你。严宝义的眼神死死地盯着站在不远处说话的宋启明和宋高丽，仿佛要吃了他们一般。严宝义这次又没考过你，看他表情，恨不得喝你的血，吃你的肉。等到了那时候，丁夫子给他撑腰，肯定会更加针对你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就看他们想怎么做。我见招拆招，绝不退一步。进入内社的第1天，丁夫子便将宋启明安排在了靠近后门的最后一排位置。下课后，苏洛白走到了宋启明的案桌旁边坐下。洛白哥，我知道你行，这么快就变成我的同窗了。还算是比较顺。书院和洛白哥当时说的一样，有才华的同窗太多，我要是不努力万一被刷下去就糟糕了。你和丁夫子是有什么过节吗？我看他对你的态度好像有些不对。我和他没什么过节，今天甚至是第1次见面。不过丁夫子的弟子严宝义是今年院士的第2名，他看我不顺眼，在外舍时除了高丽，几乎没人敢和我结交。宋家
清霜趴在地上，浑身被汗水浸湿，仿佛刚从水里头爬出来。才1个时辰就撑不住了。我撑得住，姑娘再来。柴房里，兰溪趴在窗户旁边，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正在院子里练武的两人，眼里满是羡慕。医馆内，宋金钊翻看这些天的账本。大夫，大夫！急促的呼喊声传入店内，正在看宋金钊亲手写的医书的宋诗雪猛然抬起头，瞧见一个壮汉背着一个头颅被衣服绑住的男人冲进来，他连忙放下书喊道：阿姐，来病人了。快速从柜台后面走出来，让壮汉把受伤的男人放在轮椅上。宋金钊正准备上手把衣服解开，壮汉疑惑地伸手将他拦住了。你们这里还有其他郎中吗？宋诗雪端托盘的手瞬间顿住。宋金钊直起上半身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壮汉。我们这里全是女大夫，治不治？治，大夫，我兄弟从板车上摔下来，正好撞在路边的石狮子上，当场人就昏过去了，血窟窿哗哗流血，到现在都没停过。自己连跑了3家医馆，坐堂大夫都不在，再找一家，他真怕人死在半路上。宋金钊解开了男人绑在头上的衣服。什么时候撞的？中途醒过吗？半个时辰前，中间醒过一次，他一直喊痛，没多久就又昏过去了。宋金钊扒开男人的眼珠，看瞳孔状态，果断地将银针刺入了人中穴。男人醒来的一瞬间，就感觉到头上一阵的刺痛，刚要挣扎，就被宋金钊按住了手臂。别动，头现在是什么感觉？还晕不晕？有点晕，昏昏沉沉的。宋金钊竖起食指摆在他眼前，目光跟着移动，能看清吗？能。宋金钊眯眼朝宋诗雪说：把伤口清理出来。宋诗雪刚把麻药涂好，门口一个妇人背着女娃跑了进来，两人扭头看去，没人的时候一个病人没有，一来呀同时来俩。诗雪，你去看看。宋金钊盯着伤口对男人说道：别动，很快就好。一盏茶的时间，宋金钊将伤口缝合完毕，涂上抗菌药膏后用纱布绑住。回去后伤口不能碰水，麻药的药效过去后患者会疼。目前看来应该没伤着脑子，头晕可能是因为脑震荡。我先开2副药给你，7日后回来拆线。酒、辛辣物、发物都不能吃，躺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切勿剧烈运动干重活。大夫，一共多少钱？刚才太着急，他忘了问诊金。看着新颖的手法，不会很贵吧？诊金加治疗费加药钱，一共1两银子。宋金钊让两人先在椅子上坐着，等自己一会儿。诗雪，怎么样了？房间里，宋诗雪正在用裹着冰块的毛巾在小女孩的腋窝处给她降温呢。听到宋金钊在喊后，她将毛巾递给妇人：别一直敷，敷一会儿停一会儿再敷。发烧3天没有就医，咳嗽，喉咙有炎症，重度感冒，额头温度很高，正用毛巾和冰块给她降温。宋金钊走过去给小女孩检查身体，确定宋诗雪的诊断没有问题。方子你来开。宋诗雪颔首出门，宋金钊这才走到药柜面前，给头颅受伤的男人抓药。宋诗雪开好方子后，交给宋金钊检查。宋金钊看完后，指尖点在纸上：连翘和牛蒡子各加1两，服用3日后再改药方。宋诗雪思索片刻，顿悟了。她考虑病人的年龄太小，所以减轻了用量，而忽略了慢症拖成急症，需快刀斩乱麻，迅速下手。将2个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送走后，没过多久，又来了2个肚子疼和感染风寒的。诊治完毕，抓药将他们送走后，宋诗雪站在医馆门口。今天病人怎么忽然多起来了？会不会还有？这个问题，下午前来看病的百姓给了宋金钊答案。城内大部分郎中都被请到孟府和廖府看诊去了，就剩下几个药童守在医馆，也就惠明堂还剩一个赵郎中在坐诊，忙不过来，要等好久呢。
大娘，你说的孟府和廖府，可是知府大人和同知大人的府邸？对呀，除了这些当官的，谁家能豪横到一下子请这么多郎中？光是诊金，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就付不起呀。哎，也不知道生了什么病，已经过去好几个时辰了，那些郎中还没有回来。关门前，宋诗雪将病患记录整理好，说话时的语气有些泄气。阿姐，你说他们怎么不请你上门看病？我们刚来没名气，不请我们很正常。换个想法，幸好他没有请我们，否则今天这么多病人可怎么办啊？宋诗雪眨眨眼，觉得阿姐说的也对。隔壁美食店已经提前关门回去做晚饭了。宋今朝和宋诗雪一回来，宋安好就立刻扑上来，抱着他们的小腿儿，开始左右摇摆身体撒娇。张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我好想你们。半夜所有人都在睡梦之中，院门忽然被人拍得啪啪响。福顺睁开眼睛，从床上坐起来。大晚上谁敲门呢？敲门声还在响，福顺掀开薄被，开门朝外走。兰溪扭动腰杆，爬到窗户旁边朝外看。谁呀？我是孟府的下人，来请宋大夫去府中看诊。这个时辰去看诊？我家大小姐都睡了，哪个孟家呀？安阳知府孟家，我家老夫人病情紧急，还请宋大夫立刻随我过去。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叫我们大小姐。宋今朝拧着眉头打开房门，把马牵出来。库房门被打开，春杏和清霜走出来。宋今朝朝两人吩咐道：看好小少爷，我和二小姐出去一趟。福顺已经把马牵到了门口，宋今朝搂住宋诗雪的腰，飞身骑在马背上，提着灯笼的小厮想跑着跟上去。不用跟着，我要先去医馆拿药箱，稍后便到。等他们到孟府的时候，发现看病的大娘还是说委婉了。孟鹤川看着新请过来的5名大夫，家母于今日上午就开始腹痛不止，还请各位大夫开出一个治疗的方子，只要能治好本官的母亲，我孟家必有重谢。新来的5人被轮流安排进入了孟老夫人的房间看诊。宋今朝是最后一个进去的，把完脉，宋今朝让孟老夫人躺平，上手检查她的痛处。这里疼不疼？老夫人虚软的摇头。这里呢？老夫人咬住嘴唇点头。从上午开始一直这么疼，中间有没有突然那么疼，然后疼痛加剧的？没有，就没轻过。宋今朝伸手碰触她的额头，有低烧，温度应该不超过38度，右下腹腹痛，有固定痛点，按压疼痛加剧。宋今朝抬手问丫鬟：腹痛开始后，老夫人是否出现过恶心呕吐？有，从上午开始已经吐过2回，把早饭全都吐出来了，到现在午膳和晚膳都没用。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？1年多前有过一次，不过被惠明堂的刘大夫治好了，这次开了一样的药，反倒是没效果。药方拿来给我看一下。应该是阑尾炎复发了，还没有穿孔。